吐槽有風度，整活很鬼畜。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大咖司機，我是司機綿羊。作為小鵬 Mona 系列裡的第一款 SUV， 小鵬 Mona L03可以說狠狠拿捏住年輕人對 SUV 的要求了。顏值高，設計時尚，配置這一塊也不含糊，既能夠滿足年輕人對新能源車的核心需求，也能夠解決續航焦慮。最關鍵的是售價夠貼心。沒錯，那今天我們就來品一品小鵬 Mona L03的動態，看看這輛車究竟能夠在哪一些地方拿捏住年輕人的心吧。坐上車，首先要感受的就是小鵬第二代 VLA 啦。作為15萬級的車，小鵬的用料是有點出人意料了。搭載的是小鵬自研的圖靈 AI 芯片，算力最高能夠來到1500 TOPS， 相比以前反應會更加迅速。功能上，第二代 VLA 支持城區泊車全場景輔助駕駛和車位到車位 2.0， 像平時遇到堵車或是行駛緩慢路段，就能打開輔助駕駛來幫忙咯。行駛的時候也能夠明顯的看得出第二代的 VLA 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，配合高清 LOFE 架構車規级攝像頭，能對路況看得更清楚和做出準確的預判，這點嘛還是蠻重要的，畢竟開車嘛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啦。除了城區道路之外，平時還會遇到不好導航的園區道路，這下去見客戶就不怕迷路遲到了。那這個時候 AIOS 6.2.0 新增的這個無導航 NGP 漫遊功能就派得上用場咯。在無導航的狀況之下，也能夠直接激活城區、園區和地庫的 NGP 漫遊。漫遊狀態之下會優先保持在現有車道行駛，同時會繞行低速和靜止的行人、車輛等等的障礙物。像我們平時上班通勤，就可以先讓小鵬 Mona L03 學習一下進出園區的路線，在下次啟動的時候就能直接激活 NGP， 順着我們學習過的路線行駛出去啦，跟個有專屬司機似的。還不止呢 ，AIOS 6.2.0 還新增了全場景、原地起步、終點車位和漫遊找車位功能。要我說啊，小鵬是真懂我們打工人，這些基本都是平時打工人會遇到的場景痛點。不過像我們平時用的最多的功能就是泊車輔助功能了。現在 AIOS 6.2.0 還新增了效率泊車模式，比平時泊車速度要更快一點。要是平時快遲到了，就可以用這個模式。輔助駕駛這塊體驗的差不多了，那接下來就聊聊上手的駕控感受。看過配置的小夥伴估計都大概知道，小鵬 Mona L03 的底盤用料也不含糊，15萬級的車給你用上的是30萬級的主流底盤配置。哎，那這樣我不就可以跟老婆報價高一點？喂，嫂子啊，你都聽到了吧？后5连杆悬架加 DCC 加 Bosch 最新一代 IPB 智能集成制動系統，配合專家團隊調教和 AI 底盤，起步平順不打滑。舒適模式下轉向手感比較輕盈，最小轉彎半徑只有5.25米，方向盤打滿不到1.4圈，適合市區掉頭泊車。運動模式下手感會偏重一點，加速或是高速行駛時能夠給到不錯的駕駛信心，尤其是過彎轉向，5連杆加 DCC 能夠帶來更好的側向支撐，過顛簸路段時過濾比較柔和，車身餘震也少。車內噪音這一塊，小鵬也有下功夫，標配 RNC 30萬級主動降噪配置，日常行駛基本能夠享受靜謐空間。另外，小鵬 L03 還做了智能防暈車模式，這點對有家庭的用戶來說還蠻重要的。畢竟啊，後排坐的一般都是老人和小孩，這樣也能夠讓他們坐得更舒適一點。除了舒適，安全也很重要。小鵬 Mona L03 按照中歐雙5星安全標準開發，通過了各項測試。這履歷看下來，誰能說這不是個優秀畢業生啊？最後提一嘴續航，小鵬 Mona L03 是有純電和超級增程2個版本的。像是純電版本的 CLTC 純電續航最高能夠來到625公里，100公里綜合電耗11.9千瓦時。超級增程版本的續航也很誇張，純電續航315公里，綜合續航里程能夠超過1330公里，而且全系標配3C 電池，基本不用擔心充電速度。填一圈下來，總算能懂為什麼小鵬 Mona L03 能夠拿捏年輕人啦。15萬級的售價拿到手的卻是30萬的配置，尤其是第二代 VLA， 底盤用料、駕控體驗和續航等等，基本都擊中了當下用戶的用車痛點和剛需，再加上顏值在線，也難怪年輕用戶會心動咯。好了，本期小鵬 Mona L03 的動態體驗視頻就到這裡，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留言討論。卑微司機在線求點讚、求關注、求轉發，謝謝各位紳士能夠看到最後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